这个世界里居然出现了游戏里的强化铠，难道真的有玩家出现了？国王慌的一匹，只能强装冷静。原来如此啊，只要装到位，就没人能揭穿他。不过出乎意料的，这次先反应过来的不是小迪，而是科赛特和夏提亚。国王肯定就知道红色铠甲会出现，所以才派少量兵力故意引诱。对方是王国旗下3组金刚级冒险者之一的朱红陆地。资料显示，对方主要在王国北部活动。国王肯定是知道了这一点，才在王国的北部设下陷阱，而对方也上钩了。面对手下敬畏的眼神，国王表示：“对，就是这个意思。”小迪提议，既然目的已经达成，就派出更强的人员将那座城市化为灰烬吧。国王还记得自己的承诺，于是改变作战计划，直接攻陷王都，让摧毁王国这场戏剧落幕。这样就给予那座城市居民足够逃跑的时间的机会了。守护者们自然没有异议，国王宣布停止封锁消息，进攻王都，攻陷沿途所有城市，让他们知道不服从纳萨利克会有怎样的下场。王都，拉娜公主找来二皇子商谈，二皇子笼络了军务和内务大臣，将一心只想谈判的国王监禁。开战之后，他们完全没有收到魔岛国出兵的消息，但对方已经悄无声息地攻陷了北方的国境，受到侵略的城市被毁，居民也通通被杀。明显是国王内部有人叛变，但能将消息封锁到这种程度的，也只有雷布恩侯了。雷布恩侯的领地正在沦陷区内，一旦对方用他最爱的儿子威胁，肯定会叛变。如果魔岛国继续采取行动，下一步肯定是在王国附近进行决战，魔岛国会烧毁都市，杀光居民。想要活下去，只能召集兵力和对方决一死战。二皇子以魔岛国残暴宣告国民来征召士兵，他会前往军队担任指挥官。苍蔷薇和朱红陆地同时接到了神秘委托。苍蔷薇的队长拉丘斯和朱红陆地的队长阿兹斯是亲戚，但不知道为什么拉丘斯不太想让队友和他一起前往，队友们害怕是陷阱，非要跟着队长一起去。到达指定地点后，拉丘斯也瞒不住了，只能硬着头皮告诉队友，他的叔父是个让人非常不悦的人。堂堂朱红陆地的队长居然是抱着美女的半裸大叔。伊比鲁埃用魅惑技能赶走了2个美女，而就在这时，大门突然又被打开了，3个冒险者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，领头小哥酷似被国王怀中棒被杀的那位。3人的出现引起了苍蔷薇的高度警戒，不过阿兹斯却显得非常淡定，因为他们就是这次委托的委托人，教国的英雄部队漆黑圣典，目的是挖墙脚，将这2个金刚级冒险小队招揽到教国。结果自然是被拒绝了，漆黑圣典也没有为难他们的意思，被拒绝之后就爽快的离开。阿兹斯让拉丘斯快跑，凭借他们的力量是无法对付魔岛王的。拉丘斯自然不愿意丢下王国独自逃跑，但阿兹斯也不愿意和苍蔷薇合作战斗，他有自己的方法，虽然打不赢，但就算王都被包围了，他也有办法逃走。很快，王都外的战争打响了，二皇子全副武装的走到阵前，作为王国的使者要和国王谈谈。于是讲究的国王摆出了一整套坐以待客。皇子想知道国王为什么要做这么残忍的事，为什么不接受王国的投降。国王表示，因为得不到好处，他需要让王国成为牺牲品，来让更多人知道与魔岛国为敌的下场。为此，他会在占领王都之后，将整座王都都变成瓦砾堆，无论几百年都保持原样，提醒世人反抗魔岛国的愚蠢。二皇子觉得国王心胸狭窄，他的目的又是什么？国王侵略王国的目的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幸福。为了这个目的，他可以夺走别人的幸福，只要能让他重视的人，纳萨利克大坟墓的伙伴们得到幸福，其他人会怎样，他都完全不在乎。虽然有别的能得到幸福的方法，但眼前的方法无疑是最轻松的，为自己的国家争取利益，让追随自己的人得到幸福，可以说是上位者的职责。二皇子知道国王是不会接受投降了，见二皇子穿的是战士长生前的盔甲，国王好奇地问那把剃刀之刃在谁的手里。难得2个人聊得投机，国王还挺喜欢这个二皇子的，于是表示自己会尽量温柔地杀死他们。二皇子哈哈一笑，端起国王倒的水一饮而尽。从国王嘴里得知自己的哥哥大皇子已经被杀死后，他也没有遗憾了，起码赶回了王国的军队。他果然不适合当王，因为他的目的不过是振兴这个国家而已。但国王却比他想象的更有人情味。回到营帐中，士兵们完全没有应对魔岛国的战略和计划，他们在上一场战役中失去了很多指挥官和骑士，连战士长都不在了。而就在这时，得知谈判失败的贵族突然叛乱，他们闯进营帐，要求二皇子投降，他们不可能赢得了那种怪物，于是他们集体反抗，又用二皇子作为交换条件，要求魔岛王饶他们一命。二皇子坚定地拔出了剑，他作为王族的一员，早已下定决心奋战到最后一刻。如果认为能取他的项上人头，那就来试试看。越来越多的士兵将营帐团团围住，国王收到了王国贵族的求见请求，而他们献上的东西正是二皇子的人头。国王沉默地将人头交给亚尔贝德厚葬，夸赞贵族们做得好，问他们想要什么报酬。贵族们喜出望外，希望国王放过他们和他们的家人。于是国王承诺不会杀了他们，而是让亚尔贝德将人带到尼罗斯特，也就是拷问官那里。贵族感恩戴德，却不知道自己今后只会生不如死。国王特意吩咐下去，如果那些人不想死，就绝对不要杀了他们，就算想死，也不要马上杀了他们。刚刚夸奖过的勇敢的皇子就这样死了，国王失去了兴趣，任命科赛特斯为指挥官，马雷为副官，别让那里的任何人活着。